这个男人也太厉害了，独自一人探索西哈努克南侧的无人小岛，在进岛的第一天就捕获到了食物，同时也遇到了超强的暴雨。克鲁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西哈努克南侧的无人小岛，在这种原始的森林中，100年以上的大树非常多。他选择了一棵直径3米的大树作为根据地，想要在岛内生存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选择好庇护所的位置。虽然这里看起来很安静，但随时都有可能窜出来野生动物。他选择的这棵内部空心的古树是非常好的庇护所。古树的造型3面环绕，克鲁只需要在它的内部做出来一个离地空间，然后再把门做好就能使用了。第一天进入荒岛，庇护所不能耗费太多的时间，因为他今天还要设置陷阱。这次出行他没有携带任何的食物，而工具也只有锯子和斧头。克鲁要在这里用最原始的技巧展示如何在荒岛生存1周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您，可以让您带2件装备，您会选择带什么呢？请把您要带的装备发在评论区，我看看谁的装备下面点赞多。就在刚刚，克鲁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生物出现，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动物，并且他手里也没有任何的防身装备。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庇护所的门安装好，然后做一些狩猎的陷阱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。第一个陷阱就设置在了庇护所后面10米的地方，如果太远的话会听不到抓到猎物的声音。而这一次做的陷阱也是最简单的绳套陷阱，它属于一种弹性绳套陷阱。这种陷阱通过巧妙的触发机制，利用弹性树枝或材料将绳套拉起，套住猎物的头部或其他部位，从而实现捕猎目的。不过这种陷阱只能捕捉一些较小的猎物，一旦触发时成功，猎物是很难逃脱的。陷阱安置好之后，克鲁就回基地休息了，因为下午还要去寻找能吃的植物。正当克鲁为找到蘑菇而开心的时候，意外的惊喜出现了。请看后面的陷阱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触发了这个机关。当走近看到猎物的时候，克鲁都感觉到无奈，这东西也太小了吧。不过苍蝇再小也是肉，不管怎样，今天晚上是有肉吃了。这种鸟类在这里并不受保护。克鲁开始收集柴火，他从进岛到现在还没吃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机关又触发了。此时的克鲁非常开心，这次晚上能吃个饱饭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太幸运了，还是这些鸟类自在的太久了。如果不是知道自己在野外求生，这鸟简直就像是节目组安排的一样。夜幕降临，此时雷声响起，克鲁能感觉到周围的湿度在迅速的提升，看来第一晚他就有可能遇到暴雨天气。此时他烤制的山鸡也熟了，这种肉非常有嚼劲，并且多汁。而另一只他却并没有吃掉，他本着小鱼钓大鱼的原理，把另一只山鸡放在了机关里面吸引别的猎物。而在夜里的时候，他就会非常后悔他现在的做法。从克鲁的记录仪上可以看到，他的右耳确实吸引了猎物，他来了。克鲁听到了让他此生都不能忘记的声音，他知道这种生物的出现意味着他的右耳很有可能的白白浪费了。克鲁算计好了一切，可是他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群居的动物出现。此时的他开始后悔晚上不如多吃一只了。正当克鲁回到庇护所内，开始想着明天如何捕猎的时候，外面的雷声仿佛在脑袋上面下来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刚丢失食物的克鲁又赶上了巨大的暴雨。而幸运的是，庇护所的主体结构是一棵大树，除了门口会漏一点雨之外，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漏雨。而雨下的这么大，就不会有任何的动物出来捕猎，克鲁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。大雨也冲刷了所有的气味。此时的克鲁终于可以美美的进入梦乡了。